如果单侧的鼻孔才会流鼻水的你可能要小心了。对，那我要问一下景轩，你是两杠共老还是一边？其实我印象中好像都是流一边比较多而且我一直以为是两边都流才是感冒。往下面甩，往下面可以一起做哦。那每个地方你大概甩30下。那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就是这边甩30下，那记得往旁边45度，45度，45度，边边甩，对，往边边甩。收看健康有方，我是阿娥。说到身体的健康，第一个就是不要常常头痛啊、头晕啊、流鼻涕啊、咳嗽啊，然后要不然就是一下喉咙又痒啊，然后感冒都不会好啊。阿娥你怎么讲这么顺啊？我周边很多人都嘛是这些症状，是不是？可是这些症状，你以为全部都是感冒造成的吗？还是感冒之外，其实你的身体已经反映了其他的状况呢？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你身体的基本健康，你要怎么样判断这些症状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为大家介绍现场的几位来宾，首先介绍的是星光医院家医科的医师柳鹏池柳医师。各位观众好，欢迎柳医师。接下来介绍是美丽的营养师赵函颖。Hello， 大家好，我是函颖。好，还有我们的知名艺人健康之友景轩。Hello， 大家好，我是景轩。景轩上次她眼睛很漂亮，然后我叫她戴了太阳眼镜以后更美丽哈。但是这一集不是只有打亮你的眼睛，而是要张开你的耳朵，听清楚，因为很多的疾病它会有点模糊地带。对，尤其是感冒这件事情像我有时候我最怕喉咙痛跟声音沙哑，因为你知道我是靠声音的，看人的我有凊彩了哈，但是声音一哑掉骗不了人。那你如果要上节目或者是拍戏，感冒的时候，那个眼皮是睁不开的，真的睁不开，而且眼睛会肿肿的。然后像你刚刚阿娥姐说的，我们喉咙啊，其实我们声音也很重要，因为拍戏我们的声音我们声音是有情绪跟表情的。对，今天叫景轩拍一个骂人的戏，结果烧下，对，或是你知道你今天很久情绪，然后突然间换你讲话的时候 ，Q 你的时候，你突然间卡痰，卡痰，可能很容易发生，你知道吗？就很尴尬，真的。所以工作需要的时候又碰到感冒，真的让人家觉得很难受。对，你也过这样的经验？很长。我曾经演那种情绪戏的时候，已经很难过，但是你知道这场气氛已经很凝重，然后你又不能够 NG， 因为情绪很满。而且其实你喉咙很痒，很想要咳嗽，那你就要一直憋。那你说突然间，那是不是就要卡？哇，重来一次。对，景轩从你开始，再来一次。不好意思，大家真的不好意思，我再一次，5、4、3、2。硬吞的然后摄影大哥都已经要丢下去，你已经20次了，你还这样，因为你会耽误到大家的时间。对，其实你自己也会过意不去，压力很大。其实对健康，尤其是感冒，它其实不太容易恢复哈。那营养师就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吗？恐怕也未必哈。我以前都在大医院服务嘛，那其实每天就是朝9晚5，以为这是表定时间，但我们其实都看到晚上10点，那没有时间吃饭啦，要开会什么。那时候我真的是每个月都在感冒，完全不夸张，每个月都在过敏啊、流鼻涕啊。然后我去楼下诊所，其实我没有在我们医院看啊，去诊所拿药说，营养师你又来了，这次又是喉咙痛，下个礼拜是发烧，怎么又是鼻涕过敏？那真的还蛮严重。后来到我自己出来开业，真的是好好的照顾大家的营养之外，自己好好认真吃，结果我现在很少感冒。所以我们常常会症状治疗，感冒的时候流鼻涕就不让他不要流鼻涕啊，那发烧就让他不要发烧啊。但营养师最后会推回去，就是从饮食上、生活上的调配，让你不要经常性的重复感冒。你知道我有朋友真的是感冒第1名的就是只要有办公室有人感冒，他感冒。然后他参加社团有人感冒，他去社团他也感冒，然后他回家他们家里人有感冒，他也一定感冒。流感警报器吗？对，他就是那个第1名啊，你知道吗？所以感冒这个问题，一般的感冒的症状大家都说得出来，如数家珍。可是真的是你以为的这样吗，柳医师？一般我们来讲就是说感冒大部分我们常见说所谓的一般感冒，然后在现在流行的所谓的流感，那再来就是大家常常会很难去区别的，我到底是过敏还是感冒。我们常常在看诊的病人来他可能说，你有什么症状？他说，我昨天开始有症状，然后他就问你，看完之后就问你医生说，我是感冒还是过敏其实
老实讲，前几天的症状对我们来讲，有时候真的很难区分。所以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就是这3个疾病里面我们可以简单的用哪几大类的一个症状来稍微做个区分，分辨一下长知识喽。一般的感冒来讲我们常见的一个感冒还是以病毒为主那一般的感冒，大部分我们指的像一些所谓的鼻病毒啦、肠病毒啦、冠状病毒啦那腺病毒这一类的一个病毒性的感染。它有可能会造成发烧，我想大家有经验，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有症状，可是不见得一定会发烧。是，那所以它可能会有上呼吸道的症状。那全身酸痛的症状、肌肉痛的症状，基本上是相对少的那有的如果除非你拖得比较久，有可能会有一些并发症的问题，包括说肺炎或者是鼻窦炎的症状。是。那如果以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流感，就是所谓的 A 型流感、B 型流感那这个部分来讲，它也是个病毒性感染，可是这个病毒是相对比较强的。以我们统计而言，它造成的并发症跟死亡率来讲，是差不多一般感冒的4倍。4倍，4倍，对，会相对比较高。所以也是因为这样，为什么我们会建议民众，然后你是一个危险群的族群，是需要去打疫苗的。那它来讲的话，几乎在症状上都会比一般感冒来的重一点点，所以在发烧，它会烧得很高，可能在38度半到39度之间。发烧。那在呼吸道的症状，它几乎是95%的人都会有呼吸道症状，可是不见得很严重，可是你都会有。那甚至有1/3到1/4的族群会合并有肠胃道的症状，恶心感或轻微的拉肚子都有可能。是。那另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全身酸痛。我想有得过流感的民众应该大家都很清楚。酸痛到那全身没有一个地方舒服，那个骨头全身酸，会形容到感觉被揍完一样。对，然后全身那一直揪一直揪，你不能暂停一点吗？酸痛到人这样子一直像驼背一样，又烧然后又酸痛，哇，那个感觉。通常酸痛完就开始跟着发烧了。对，所以像我会先感觉有点酸痛，然后下一秒我就发烧了。对，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看到它的并发症也是相对很高，这是为什么我们对流感会比较紧张的原因。流感真的不能轻忽我们有时候会大的事件，你说哇怎么样出人命了？我告诉你，流感真的很会出人命。1年当中因为感冒生病死亡的人并不少。对，所以你千万不要轻忽什么感冒啦、流感不要紧啦，我不惊啦，我也不惊寒。最好是，你觉得你不怕冷，并不代表你不生病所以认识一般感冒还有流感之后，还有一个过敏的问题要了解。过敏的问题基本上它在发烧跟全身酸痛这2个部分上几乎就比较不会产生，所以它比较是个单纯性的症状。像有的人是鼻子过敏，他可能就早上起床容易打喷嚏流鼻水，到了中午太阳比较暖和之后，他这个症状相对就缓和一点。有的人有气喘的，可能在温差的变化啦，或接触到一些过敏源可能就比较容易会觉得胸闷紧或咳几声。那在并发症的部分相对会比较少，所以除非是说你的过敏的部分是被感冒所诱发出来那才可能常常会合并一些并发症的问题。所以如果民众自己有时候有的症状的时候假如说持续了1-2天，自己可以从这几个部分自己去评估一下自己比较倾向哪一个症状。那如果只是一般的过敏，你可能就用过敏的方式去做处理。那如果自己就觉得我不放心，我真的无法区分一般感冒或流感，那还是建议给医生去做一个判断。是，我觉得因为流感跟一般感冒有时候有一些模糊地带，但是有一些根据它就比较有差异。譬如说像那个全身酸痛，跟有的时候感冒是那种胃肠型的不舒服，那我就2个比较可以拉开，因为感觉就不太一样，对不对？但是感冒这件事情，我们刚刚为什么讲说有的人经常会感冒？然后韩颖又讲说，现在比较不会感冒了，所以说我从饮食上去调配的话，你是有可能在每一年流行性感冒来的时候，你可以不要拿入场券的呢。对，没错。其实我们在讲现在均衡饮食我们说人都是一部汽车嘛，你如果投予它是正确的营养的状态之下的话，你的正常的免疫球蛋白就会产生。那可是我们现代人常会有说压力睡眠不足，然后又外食的情况下，所以你这些汽油的原料都不够，所以你的车子就会很容易受这些外界一下雨你就抛锚嘛，是这些病毒一来你就生病，是这样的缘故。所以其实我们要打底要先做好的是把你的营养跟生活调整好，那而不是说只是有症状再去做治疗，比较一劳永逸。是，所以其实我们在营养的补充上面，营养师会有一些建议。是，其实我这边有一个对付已经感冒的食材治疗神器妈妈们赶快来翻拍下来非常的重要。好，第一大类食物叫做蛋白质。蛋白质呢，就像鸡蛋啦、豆浆啦，各种的我们说鱼海鲜牡蛎等等，这些好的蛋白质呢，可以提供我们身上的免疫球蛋白的原料。我们刚刚说要让它提升免疫力嘛，那其实很多那种我有一些学员妈妈都会问我说，感冒吃粥生病发烧是不是
就只要吃粥就会身体赶快好。其实告诉大家，其实只有光吃粥的话，你的营养是绝对不够，因为粥里面蛋白质是绝对不足的。那粥里面成分都是淀粉，那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这个时候你可以换个蒸蛋。蒸蛋的部分，然后比如说加点牡蛎啊、海鲜啊去蒸蛋，其实相对来讲搭配比粥会更好的。是。那再来第二大类食物叫做锌，锌是可以预防感冒的，提升我们的免疫力是很直接的，所以我们在说海鲜啊、鹅啊、辣啊这些都 OK。那第三类食物叫做温热性的食材，其实我们感冒的时候都会觉得很胃刮，会很冷，然后又很害怕2次感冒这个状况，最怕的就是2次感冒。这个时候你注意保暖，所以温热性的食材像是老姜啊、孜然啊、白胡椒、黑胡椒，各种的这些比较辛香料的部分，你都可以加在你的蒸蛋啊、粥里面，都可以帮助你提升免疫力的。是，你知道我妈妈就吃过一次亏，就是在感冒的时候就有一个医生告诉她说啊，老人家感冒就是发汗就好了。我发现我们年轻的时候可以用发汗就好了。长辈朋友恐怕不行。后来那次送急诊，后来我妈妈就现在是卧床照顾，又插管气切救回来。我想提醒很多的老人家哈，你说年轻人说发汗也许可以，老人家不能发高烧，不行，不可以让他用发汗的方式，因为那真的会要了人命。而且他那个体温相差太多的，所以其实身体是比较难像我们年轻人这样去调节，他不太能调节，所以我真的是被医生骂，医生说啊，你唔知老大人袂使发烧。看你就老人家，如果一旦有发烧，持续1天以上，你一定要赶快送医。对，尤其是70、80岁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轻忽说啊，我到50岁，我那么老光老哎。年轻人好像真的也是可以这样，有的人喝了姜茶发汗，很好，那就去寒气 OK 可以。但是老人家的那个生理机能跟年轻人不赶快呢。这个还要另外提醒一下，有的老人家他其实有症状，那相同的症状在我们成年人其实是会发烧的。而老人家的抵抗力因为会比较低，是，所以有时候他是该烧而烧不起来，所以这时候要特别注意。会，其实很多常见，包括说像有的到老人家是肺炎，然后会有泌尿道感染，那他是用什么表现？包括全身倦怠，那对神，然后食欲不佳，然后他就可能想说，找不到症状，不知道挂什么，然后他可能就家人就带去急诊，哇，结果 X 光一照，肺炎很严重，小便一验，结果泌尿道感染。我这有一个个案他是怎么被带来门诊的？他就是家人发现奇怪，他怎么连白天晚上都搞不清楚，半夜4点去把他的孙子叫起来说：“你要上学了。” OK， 家人本来带来是叫我评估说他有没有失智，结果小便一验泌尿道感染，到很严重到时候连去培养连血液都有。是，所以治疗好之后，他自己就觉得说：“我发现我现在好像认知功能有恢复。”说其实不是他认知功能退化，是他正在生病当中。只是他身体的表现，你问他什么症状，说没有啊，我都好好的啊，我连烧也都没有啊，当场门诊量也都正常。对啊，对，所以为什么老人家常常这个族群是被忽略的？是，对。所以如果你有发烧，你要正视这个问题。但是你以为说，那我没有症状就没有事，或者以为啊，我就是咳嗽流鼻水，那就是感冒。不要讲大话，好像跟你想的不太一样。我们现场有家医科的医师，待会来告诉大家，有一些模糊地带，你真的会错误的认知你的咳嗽，以为你的喉咙痛是感冒。但是我待会要解释给你听，它不一定是感冒。大家知道我们胃酸很酸呢，其实就跟盐酸一样，它等于就是整个在腐蚀你的胃壁啊跟食道，那进而可能会有食道癌的风险。那这些都是很恐怖。就其实我们只要改变一个你的吃饭的一个习惯。不要轻忽感冒，有的人是用发高烧表现，有的人不发烧，但是其实他有些问题在里面，你潜藏的不知道，所以还是要看你身边的人怎么样去观察。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就是咳嗽跟喉咙痛，我会觉得咳嗽、喉咙痛，有感冒啊，干不是？好像跟你想的不太一样。你知道我如果看到我旁边有人咳嗽，我都闪很远，因为那咳得很惊人，你知道？对，超怕被传。而且我一直幻想有飞沫在飘，你知道吗？赶快闪的。SARS 期间，你知道？对啊，只要有人咳嗽，每个人都躲得很远很远，然后心里面就有 OS 说真没有礼貌，也不戴口罩，遮一下，戴个口罩，也不遮一下。对啊，越年长的朋友越没有在怕，就是他没在遮啊，他是还对着人咳嗽，他觉得他自己是干咳，对，他觉得他没有必要遮。对，他说
哇，这不像啦，我这是点点惯习啊，弄安尼扫。对，这是习惯性吗？还是这个咳嗽是有其他的意思在里面？我们大部分遇到咳嗽，当然将近6到7成是真的是感冒为主了哈，就是一个感冒或者是什么气喘啊这些过敏为主哈。哦，那可是我们在乎的哈，就是说有几个感冒的特色哈，就是各位观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如果你的咳嗽是咳超过2个礼拜以上，或者就是你合并有黄痰啊哈，或者是说合并会喘胸闷这些感觉的时候，你一定要去看医生。只要这几项中的任何一项，基本上要去让医生去做一个鉴别诊断。我们常常见到在咳2个礼拜以上的病人，有7成的病人就主要是3大类的疾病。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气喘第二个就是所谓的胃食道逆流，那第3个就是所谓的我们讲说鼻涕倒流这件事情这3个疾病基本上合并了将近占了7成的一个症状那很多人他可能就一直以为说他就是感冒没有好，或者是咳太久，所以什么敏感性咽喉，所以一直在治疗。那结果到最后做后面的详细检查，发现很多人其实是胃食道逆流有关系。所以刚刚我们景轩讲到说，他有时候会觉得一个痰，或者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喉咙有个异物感，我们会去清喉咙其实很多时候是跟我们的胃食道逆流有关。通常我们不会想到那是因为胃食道逆流，对，我们不会想到跟肠胃道有关。对，像我现在这个医生讲话以后，我们就会觉得感觉自己好像尿尿被撒了，让他摸一下，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有痰要，然后跟他讲话的时候就，然后我曾经被人家笑说。阿娥，你是怎么回事啊？狼尾搞瞎行搞，因为那个咳嗽很难痊愈。对，然后中医又会讲什么冷咳啊、热咳啊，然后时间又拉得很长啊。但是刚刚柳医师讲了几个重点，你要注意2个礼拜以上，那你可能有痰比较黄，胸又闷。对，那你要注意，你可能有气喘、胃食道逆流，或者是你鼻涕倒流。鼻涕倒流的人好多，真的好多。所以这个你就不能够说啊，我都是感冒。拍谁？你刚刚不是感冒，这个需要去做其他的调理哈。所以咳嗽这件事情，景轩你也会很害怕人家在你面前。会，当然害怕。你看我们拍戏常常就是熬夜不能睡觉啊，所以通常你坐下来，然后我今天端的保温杯进来，你放了，然后大家就开始看着保温杯，然后就说，所以你是感冒吗？你感冒吗？我是保养，坐越。所以你感冒真的好，然后开始背剧本就好讨厌因为大家都不能睡觉啊，所以大家都顾好自己的身体。有一次我不知道我是太累还是感冒，我喉咙破了一个很大的洞，我连吞口水都会痛，喝水也会痛。我就痛到后来受不了，我不能拍戏，可是讲话你要吼，你要很凶，然后你要哭，我受不了，找耳鼻喉科帮我擦那个碘酒，喷那个药，好痛哦。但是他却说你没有感冒。那是算病毒了吗？大部分我们常见这种所谓的寻常性的口疮大部分是跟免疫力低下有关那少数有时候甚至跟营养有关像因为锌的不足啦、D 的不足啦，或者维生素 A 的不足常常会见到。所以这个时候会建议说，你的 B 群啊跟 C 可以额外去补充，你可以买市售的定剂，或者说你就直接有个流程啊，或者有一些好的一些鸡蛋去补，因为鸡蛋有 B 群嘛。那这个时候就吃个鸡蛋，然后茶叶蛋可以吗？可以，没有，因为你不可能在摄影棚煮鸡蛋，对，可以，你只能去买茶叶，对，喝个豆浆也可以，喝个豆浆也可以。今天有营养师还有医师可以让你好好的询问，你要不要把你们那个剧组那一整组带来咨询？不用每个人拿一张号码牌，帮我来就好了，我可以免费看诊。告诉他们，你知道，因为拍戏常常有时候要熬夜其实非常挑战你的免疫能力。对，那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可以夜冲就是现在没办法。现在你如果稍微熬夜我怎么睡几天都补不回来。对，所以我是在告诉景轩说，你不要以为你年轻，我在前面等你就健康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没有这么觉得了。对，你就会有到一个阶段，年纪到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他跟我以前的记忆已经不太一样了所以我们想说，咳嗽你不要以为我咳嗽2个礼拜，不要紧啦，我感冒以后我拢给你瞧，给你加呢危险嘛但是如果你觉得已经有口疮了，营养师也建议大家吃个鸡蛋，是很好的。但还有一些看似感冒又不像是感冒，喉咙痛，喉咙痛真的很讨厌，不舒服，不想讲话，面腔都歹看。喉咙痛算感冒吗？喉咙痛有的人当然的确是感冒，不过我们还是有遇到有几个他比较特别的喉咙痛就是他反复性的那个扁桃腺就会化脓，甚至有破洞，就到最后去切片发现真的是扁桃腺的癌症。癌症？对，那所以。另外有一部分的人他是可能是外伤，就是说可能不管是咬到啦，或者说
口腔里面有一个破洞啦，然后因为我们扁桃腺跟我们这边淋巴腺基本上都是一个免疫系统嘛，所以当你这边发炎的时候，它就会肿起来，所以人就觉得吞咽肿肿的感觉，然后就以为说我嘴巴又破，我喉咙又肿，我会不会是感冒？结果发现他只要把口疮治好之后，他喉咙肿痛的情况之后就自己改善了。对，那另外有一些人他很容易会反复性的一个不管是舌头会破洞或嘴巴会破洞，有时候要考虑会不会是跟疱疹病毒感染有关。对，那个有时候在一些可能接吻的接触，或者是一些像口水的接触，那这些都会接吻，有些时候就暂时不要了哈，就会容易造成一个感染的一个途径。OK， 然后抵抗力低下的时候，它就会跑出来。也会，尤其是像睡眠不足的时候，特别更要注意。是，所以景轩，你喉咙痛是因为垃圾，因为睡眠不足啊，拍戏太累，睡眠不足。不是法式接吻造成的哈，死都不愿意承认就对了。当然，但是喉咙痛，我觉得如果我们在拍戏的时候，喉咙痛确实也是蛮困扰的，对不对？对。那你有过这样子吗？嘴巴，你刚刚讲喉咙破掉哈，喉咙破掉，嘴巴破掉也会，因为咬字会不清楚。有些字你要咬字很清楚，对不对？但是如果像嘴巴破洞、舌头破洞，就是会大舌头，你知道吗？真的，你知道我有一次录影，各位你们可能都没有人察觉，我刚好舌头破了一个洞，然后又磨到我的牙齿，那讲话舌头一直在动，对，然后我快要大舌头了，然后我还要勉强主持节目，那个痛好痛哦，然后回家就想我怎么处理那个痤疮那个痛啊？刘医师，我可以喷药就好吗？可以喷药，可以喷药，就是喷药基本上就是一个暂时缓解的。那有的真的痛到没办法，除了喷药还要这样吃药。吃什么药？就是一般的止痛药，就止痛药，就止痛药。止痛有的人说他吃个 B 群之类的，有它可以加速它的愈合，可是它还总是要时间，它没那么快。一般大部分我们常见的一个时间就是差不多1到2个礼拜，所以超过2个礼拜以上的口腔溃疡，我们也是认为要小心，或者是你反复性的溃疡。对，甚至反复性的扁桃腺感染也要小心。我之前有一个病人，他因为反复性的扁桃腺感染，到时候他就自己觉得很奇怪，就我怎么每次1个月要2、3次的化脓性的扁桃腺炎？本来耳鼻喉科医师都跟他建议说，那你干脆把扁桃腺割掉了。结果他就跑来，然后刚好那一次是发病，然后我想说都已经烧那么久了，就帮他抽个血，就一看那个白血球的分布就有点奇怪，是到最后就转上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就发现他是艾滋病的患者。真的就有别的问题啦。可是他自己不知道，对他就是艾滋病，所以大家抵抗力整个掉下来，是，所以才变成反复性的一个。你知道扁桃腺有的人医生就建议人家就把它拿掉，我都会觉得扁桃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讯系统，能不拿就不拿了，能不拿就不要拿，因为他这个痛是告诉你要去检查你到底有没有问题。那就像我们这边有工程师，有学生工程师，他就3天2头都是这样子，喉咙在咳嗽啊、胃痛等等。结果后来一照也是很严重的胃发炎跟胃食道逆流，已经是有到整个12指肠溃疡的一个情形。是，所以它整个都是胃食道灼伤等等的一些问题。所以其实你不要轻忽说，一直想要咳嗽或者一直在发炎，这些还是会建议你去做一个比较详尽的身体的检查。是，所以详细的检查就是你可能会知道说我是不是胃食道逆流造成的，或者我如果是胃食道逆流造成的时候，立马免惊，因为有一个治疗神器，就是有很多人久咳很久，他都没有去想到说，我这个咳嗽其实是我的胃食道逆流那个胃酸上来造成的咳嗽。对，我们就会觉得我应该是病毒啦，我应该是感冒啦，可是你忽略了说，它有可能胃食道的逆流，其实是因为你的食道逆流造成的咳嗽不断。对，我其实在我的门诊有发现大概有10个人来，大概有8个人都有一些胃的问题因为我后来去研究发现，原来现代人我们都是吃得很快，吃饭可能5分钟一个便当就结束了。但你吃得很快的情形下，你没有咬，那我们唾液就没办法分泌，胃液也没有办法准时的分泌。那你吃得很快，胃就会胀嘛，胃胀之后就消化不良，那你就会造成一些胃酸在不该分泌的时候分泌了，然后就会有一些酸水灼伤。大家知道我们胃酸很酸其实就跟盐酸一样，它等于就是整个在腐蚀你的胃壁啊跟食道，那进而可能会有食道癌
癌的风险。那这些都是很恐怖。就其实我们只要改变一个你的吃饭的一个习惯，那像是细嚼慢咽啦，或是说少量多餐。你不要以为这是老生常谈哦。我节目做这么久，我真的常常讲到细嚼慢咽啊，少量多餐啊，你们都没有理我呢，真的都没有理我呢。因为不管任何的营养师、医师，常常讲到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但是他很容易忽略，对，而且还真不太容易做得到。医生都做不到，大家不要，医生都做不到，不要想太难。刘医师哈，刘医师都做不到，我们就觉得舒服多了哈。因为有时候你可能看诊啊、开刀啊，你可能就过头了，所以你真的很难真的定时定量。可是我们当然是针对，就是说我们还是会给这样的建议，还是希望能做到啦。对，可是我告诉大家一个小撇步啊，你如果一餐呢，就是你要吃的时候，一个便当你可能5分钟吃完，这样太胀。那这个时候你不如在很赶的时间，你就改一个小的饭团，一个小的茶叶蛋，这样的话分量就比较小了。那你这样子在5到10分钟吃完，比你吃掉一整个便当来讲，胃会相对的是舒服的。因为我们胃液就这么多嘛，你就不要吃这么多。你如果是真的很赶的时候，你就少量多餐。比如说在很赶的时候，我像我在看诊的中间，有个茶叶蛋，我就把它就是可以先吃下去。那所谓的细嚼慢咽是教大家说，你可以咬10到20下，你可以咬很快没关系，就多咬个5分钟，一餐慢慢吃哈。那另外一个第二个，我们会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胃食道逆流、常有酸水晶这种的问题哦，那我会建议你，其实咖啡啊、甜食啊，真的要避免。那个广告台词不是说假的，喝咖啡吃甜食，让你胃食道逆流了吗？是很不舒服。你知道广告都是这样拍，然后通常讲那句话的都是凶手，都是负责把甜食跟咖啡拿。对，来，请你喝咖啡，来，请你吃甜食。对，下次不要再给我甜食跟咖啡了哈，尽量减少。我们其实要强调的是，如果你已经是一个胃不舒服跟胃食道逆流的病患，或者是已经是准胃病的朋友，已经发炎了，拜托。它的发炎已经让你的胃不舒服，而且胃食道逆流那个酸是像硫酸一样那么的酸。然后特别讲一下牛奶这件事情哈，那牛奶其实蛮两极化的。我们在研究牛奶，其实主要一个成分叫做酪蛋白。酪蛋白其实对已经有胃不舒服的人，它是难消化的。相对于我们母乳里面的乳清蛋白来讲，乳清蛋白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你现在已经是有些人，我看到很多人早餐什么都不吃，就空腹喝一杯拿铁，想说有牛奶可以垫胃什么。可是对于你已经有胃痛的人，其实越喝是会越消化不良，这是要注意的。前提就是，如果你已经感觉到你的胃经常不舒服，跟你抗议了，你不要再喝咖啡跟他拼，好不好？不要喝。那牛奶有一些人他反而其实是消化不了，对，没错。乳糖不耐的也有很多，没错。所以甜食也不要吃，空腹吃拿铁不可以，不可以哦，不可以的。OK， 好。那最后刺激性的饮料，特别是酒啦，酒不行，酒是绝对很伤胃的，绝对的。那如果你真的要应酬，我们也不是这么没有人性，请你吃一点东西垫胃，像好的蛋白质，我们刚刚讲的茶叶蛋吃一下，你再去喝酒，适量不要空腹喝酒，拜托，这个真的很伤。对，要不然你就做那个拿咖啡给别人喝，让人家胃食道逆流；拿酒请人家干杯，然后自己不要喝的那个人哈。我觉得喝一点点小酒可以啦，可以。那你也有垫一点底。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方法，不是叫你说哦，我现在没有叫你出家，不是要这样子，而是说你适量的保护你的胃。前提是，假如你胃已经不好了，不要再残害自己。我们今天从感冒讲到了咳嗽，讲到了还有我们的喉咙痛。你知道有很多症状也很模糊，比如说流鼻水，你觉得它算不算是感冒？刘医师是感冒吗？流鼻水啊，我们要看是2个鼻孔流还是1个鼻孔流。哎，糟糕了，孔流在韩国，我们看看是哪一孔会流。待会来跟你讲一下流鼻水啊，不一定是感冒哎。如果单侧的鼻孔才会流鼻水的话，你可能要小心了。对，那我要问一下景轩，你是2杠共流还是一边？其实我印象中好像都是流一边比较多哎，而且我一直以为是2边都流才是感冒。天哪，我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刘医师告诉我们说，流鼻水你要看你是2杠直直流，还是1杠一边安尼流，还是这边流。那我就知道豆边流还是正边流有差异吗？有差异哦。基本上2个鼻孔一起流的大部分还是一般的感冒或过敏居多。如果单侧的鼻孔才会流鼻水的你可能要小心了。
那我要问一下景轩，你是两杠共流还是一边？其实我印象中好像都是流一边比较多而且我一直以为是两边都流才是感冒，如果是流一边可能只是过敏还好。对，其实我跟你不一样，我从来没有去观察我是一边流还是两边流，因为我每次有观察过吗？塞一边的鼻孔啊，为什么流鼻涕要去塞鼻孔？我问你，就流下来，不是流鼻血才要塞鼻孔吗？你为什么很方便，你不用一直擤鼻涕呀？真的哦，所以你流鼻涕的时候，你都是我会拿卫生纸塞着鼻孔。有卫生纸吗？借我塞下他的鼻孔。好，不管是一边流或者是两边流，它表达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对，尤其如果是单侧流，我们常见比较是良性的问题，就是说，有的人可能他鼻中隔弯曲，所以他吸进去的那个气流的问题它会刺激单侧，所以就可能单侧的就会比较容易会敏感一点点。那另外一个小心的就是说，有的人他是鼻窦里面出问题了，像里面长了所谓的倒生瘤，或者是他是慢性的鼻窦炎在单侧特别严重，那他可能就会单侧的症状比较明显。那另外一个小心的是，有的人有外伤的病史的，他其实不是流鼻水对，头部外伤，他其实不是流鼻水他是流脊髓液。脊髓液，那不是更？对，就是更恐怖。对，所以它会变成所谓的脑内的压力不平衡，所以常常就很头晕啊，或者是头痛啊，然后结果到最后去发现，其实它是颅底破裂，流下来。对，就颅底破裂，它的脊髓液就慢慢的渗出来。那大部分就是藏在他可能打喷嚏的时候，或者是他一个用力的时候，他的脊髓流的量就更多。所以那你怎么分辨他的脊髓流下来还是流鼻水？所以那个就要用内视镜进去看有没有相关的症状。医生有器材可以看的，我倒是很好奇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会不会是鼻中隔弯曲？不知道。但我小时候有鼻窦炎是真的，小时候对医生才会说啊，你这个就鼻窦炎啊，我常常听说。但我真的是关于鼻涕这件事情，我觉得它的制造速度好快哦，就是流鼻涕怎么会我永远擤不完呢？然后医生就想啊，你们家鼻窦。有鼻窦啊，所以它那个速度其实是非常非常快啊。所以你在流鼻涕、擤鼻涕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那个鼻涕，事实上你就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对不对？对，一般大部分我们如果你觉得它流得很快，像我们警线需要去塞那个卫生纸的，大部分都是鼻水的啦，就是很清澈，然后水很多，对，不是浓稠的，因为所以你可能觉得擤都来不及了，你连吸它回去都来不及吸，对，所以干脆塞着。吸不回去，因为太水了，对，太水了，所以可是这种大部分都是你塞着的时候可能还 OK， 可是当你一拿出来，你那个卫生纸，对，你刺激到那个鼻黏膜，反而有时候后面更严重。所以如果说你有不明的流鼻涕，可能要提醒你注意的就是说你可能鼻中隔弯曲或者其他的问题，对，有可能是这些结构性的问题。对，那当然我们有时候在治疗的过程觉得，这个鼻涕量有点怪，或者是单侧的有点异常，甚至需要去做鼻窦的内视镜去看。或者是做一些进阶的影像检查，那有的人也是因为这样被发现鼻窦长了所谓的倒生瘤，那甚至会变成恶性的机会都有。那我有时候是像鼻塞那种，是不是比较像是感冒？你知道我有时候黄鼻涕哦，不好意思，我们讲一下鼻涕哈，就是擤不出来的时候，我就会用那生理食盐水把它冲进去，然后。单边哦，这边冲进去以后，然后这一边马上，哇塞，流畅的嘞！我也会用洗鼻器，然后用食盐水，然后哇，就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这是一个好方法，医生好像也真的是会这样建议，因为其实你就把它洗干净，也有点消炎，然后也把它大量的鼻涕冲出来。那时候我看着我的洗脸盆哦，洗脸盆我就觉得说，哇，鼻涕可以这么多，有没有成就感？也并没有啦，因为那是个病菌，对不对？那个其实就把它带出去是好的。对，基本上。我们常常会鼓励病人去做这件事的，大部分有一个族群就是急性鼻窦炎，急性鼻窦炎就有点当做一个局部治疗的效果。那我们刚营养师提到，就用盐水，就是基本上有一个高渗透压的一个溶液的话，它会利用渗透压的概念，会把它带出来比较多。说到这个盐水，我们有时候喉咙痛的时候也会教大家用漱那个盐水，可以吗？我们比较不建议啦。第一个，这样子，不要告诉你，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是他在肿痛的时候，反而你去漱盐水的时候，它会更不舒服、更刺激。真的吗？对。但我个人的经验觉得还蛮有效的，是怎样？因为盐本身它没有真的达到可以杀菌的效果。没有哦，没有。可是我的跳松呢，你要更高浓度，更高浓度，就像我们在腌制东西一样。可是呢，你要泡着，就变成说你要含一口很咸的盐水泡着，会高血。对，就像你腌制一个东西一样，这样才有杀菌的效果，利用渗透压杀菌。如果你只是
漱口的方式而已，对，过一下，效果不大。所以各位盐这件事情，就是喉咙痛不要拿来用，但是如果是鼻涕的话，清洗的时候有一点含盐量是可以的。太好了，今天现场有问诊哈。那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觉得你有什么问题想问，事实上你也可以留在我们粉丝页或私讯给我们，搞不好我们就会针对你的问题，哪天我们来做一个专题，然后可以回答你个人的疑惑哈。好，我们来讲到营养的控制好的时候，有一些过敏、抗过敏，其实你会发现它就让你身体是舒缓很多的。是，我们一直在讲过敏，现在好像说台湾人真的每个人都在过敏，不管是从大啦、小啊、遗传啊等等，小孩那种2岁都在过敏哈。那其实妈妈有时候都很头痛，然后还有很自责说是不是我过敏体质，所以我就遗传给我的小孩。是，好像很多事。对，然后就很多罪恶感，然后就天天就带小孩一直去看医生，一直在吃一些打过敏针啊什么的，然后就其实3天2头，然后会道听途说一些偏方，说一定要吃这个吃那个吃那个。那其实告诉大家，真的是回归到均衡饮食，是的确对抗过敏是有帮助的哦。是，首先第一个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其实蔬菜水果真的也又是老生常谈。对。可是说我其实有学生都跟我说，他们每天都有吃蔬果，可是我问他说你到底吃多少才足够？他其实讲不出来。可能便当我就有挑一些菜啊。那告诉大家拳头还是借我哈。蔬果5、7、9的原则哈，小孩是5个拳头一天。我们家小孩没有吃到这么多，6岁以下的哦，好，所以6岁以上的就算成人了。5个拳头的多啊，我们大人都没有吃这么多。对，好，那大人呢？大人的话，女性的话是7个拳头。什么？7个拳头，7个拳头，这么多个？对，男性要吃到9个拳头的原则，这样其实才是一个均衡，而且可以抗过敏的一个状况。那我觉得大多数的人都没有达标啊。那也难怪大家现在生病越来越严重啊。那我觉得大家不要把这个蔬菜水果想得太困难，有时候我们打个果汁其实也可以啊。像我的最爱就是红萝卜苹果汁，你红萝卜也是我的最爱。真的吗？你也喜欢？就是好朋友了，小兔兔哈。红萝卜其实有一些贝塔胡萝卜素是植化素的部分，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胡萝卜你就可以选个2条，然后苹果呢，你可以选择半颗或1颗，其实这样就3份了。是你这样榨一个那个红萝卜苹果汁，这样就3份，这样1杯就3份了。对呀，所以说你可以早起来1杯也不会太难，然后中午晚上你可能再去自助餐点一点各种的蔬菜，菇类也算蔬菜啊，洋葱啊、高丽菜等等的都算，然后晚上也再吃一点，其实不会这么困难。那男性9份的话，就真的要努力多吃。可是我发现男生，而且男生都爱吃肉比较多，对，但反而就会吃更少的蔬菜，无肉不欢啊。你就这些就是一直会有这些状况，所以建议大家蔬果一定要各种颜色的，颜色越多越好。你看像黄色的啦、红色的啊，有叶黄素啦、玉米黄素，这些都是抗氧化。那番茄茄红素，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忙，像我们看诊有时候很忙，拿一个大番茄，也有所谓的茄红素，你就当个点心吃，其实也是 OK 的。不过我觉得冬天冷的时候，水果有时候吃不了多少，对，那就煮成一锅综合的蔬菜汤。也可以，OK， 好的，好。再来的话，要抗过敏，其实要把肠道顾好。我们常说肠道是我们的第2个大脑，那它主宰我们所有的免疫器官，所以你的那个免疫球蛋白都在肠道。那我们临床上遇到很多便秘的人，真的10个女生9个都在便秘的，她就更容易会有这些问题。那小孩不吃菜也会有便秘的问题。你相对的这些过敏啊、荨麻疹啊、感冒这些都会有哈。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好菌的食物。那你除了可以买市售的益生菌之外，还可以有一些发酵的食物，像是泡菜啦、味噌啦、优格啦、纳豆，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发酵食品，那适量就可以了。日本人他们好爱吃纳豆，对，没错，因为有酣息。对，然后像韩国人吃泡菜，你看他们的皮肤啦什么都很好。你不能够吃味噌，对，咱台湾人吃优格台湾人其实很棒，这些我们都经常可以摄取，都吃得到的，餐厅也能有，馆子也会有，即使是小摊小贩也都可以吃得到。如果来碗味噌汤，其实很容易啊，对，很方便。还有我要提醒，特别是多喝水，因为其实你把水喝进去，你的肠道也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建议大家你每天还是要喝到2000cc 以上，最低标准。好，我知道很多人其实是懒得喝水或者忘记喝水所以其实像这样子，为了要抗过敏，你在食物的摄取上可以有这些方法提醒你，但有时候的过敏是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鼻子过敏或者是皮肤过敏，从家医科的角度会怎么建议大家过敏的时候，你要有什么样的观念可以让你这个过敏不会恶化？
一般对我们来讲，就是说，当你会发生过敏的情况，大部分就是3个原因造成的哦，就是环境、食物、温度了哈。是。对，那所以假如说你先找出你的诱发原因嘛哈，那当然在找诱发原因之前，当然可以遵照我们营养师的方式，先把自己的免疫系统啊、体质至少稳定一点。是。哦，那不要让它就是遇到路人甲，它也会随便乱发作一样哈。那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假如你本身就对温差特别敏感，那你可能要起床的时候就自己要注意一下那个温差的变化。哦，那有的人像我有同学，他只要晒到太阳，他全身就起荨麻疹，他就必须要赶快冲回宿舍，赶快冲冷水澡，你知道吗？那就很辛苦。那其他的包括说像食物的部分，你现在自己可以去做个过敏日记啊。那过敏日记来讲，就是说你吃了什么东西，在这个症状上就特别的明显。是。哦，那这个可能就自己要花点心思啊。哈。那再来就现在包括说空气的污染的问题哦，所以环境其实是一个容易造成我们过敏，不管是过敏不断或者过敏越来越严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哦。是。所以不管是说尘螨的接触啦，或者是 PM2.5的接触啦，有的人像空污的问题，因为中间不是只有粉尘哦，它还有一些其他化学物质的合并的一些因素，所以常常我们去验过敏原，不见得验得到什么东西。可是这些东西都是你值得去关注的东西。可是我们这里有个观念要告诉妈妈哈，很多妈妈就觉得说，那没关系，如果这小朋友感冒，我把我小朋友送过去那边一起玩，大家一起玩啊，大家一起玩啊，反正产生抗体啊，产生抗体啊，以后比较不会感冒，千万不要哈。你不用故意这样子，你不用把小朋友推到危险的地方。我们指的不要过度的卫生理论是说，他可以去接触一些环境的一些物质，去 touch 去摸的东西，他可以在地上爬，你不用说我一定都要包在身上。然后在地上爬，其实地上的这些物质啊，不管是那种粉尘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让它有一个慢慢去适应的一个对免疫调节的一个效果。尤其是在家里面，其实基本上不会太脏，但是你不要过度保护到一尘不染到，其实有一些病菌哦，它那个菌是在训练你的身体的。好的，所以健康的概念要有一些新的想法，我们待会还有更好的新思维来告诉大家，守护健康，还有更好的方式让你更健康。往下面甩，往下面可以一起做哦。那每个地方你大概甩30下。那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哈，我们就是这边甩30下。那记得往旁边45度哦，45度，45度，边边甩，对，往边边甩。每个人都有一套方式可以照顾自己，特别在感冒这件事情上面哈，弄有撇步啦哈。像我自己如果怕感冒，我大概入秋的时候，我就有意无意家里面会煮一锅姜茶。姜真的很好对，真的。然后我们家小朋友从小就被我训练敢喝姜茶哦，所以妈妈很重要哦。那我发现这样子，我只要能够好好的提醒他们做好这些事情，还有规律睡觉，他们其实在冬天的时候感冒的几率就降低。那景轩你有什么撇步？其实我也跟阿姐一样，我会泡姜茶，还有桂圆红枣茶。我直接买那个黑糖块，比较方便的，因为我不会煮姜茶。现在很多，我觉得还蛮好的。对，就放在保温杯里面，然后把它锁好，带出门去摇一摇，我就直接喝了。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我会习惯去运动。很好。对，我每个礼拜会至少上2次有课程的运动，就有氧运动，会让自己流汗，然后足足1个小时。对，然后还有就是我很爱睡觉。我非常的爱睡觉，就是充分的休息嘛。对，我觉得我只要有睡饱，就是心情就会很好，而且我在什么时候都可以睡。所以你今天睡很饱，对不对？我没有睡饱的一天，永远都不满足哈。可我今天已经觉得你气色很好了，对不对？因为我很喜欢睡觉，而且因为我太常睡觉，所以养成我自己没有起床气。因为我无时无刻都在睡觉，睡醒都要跟大家就是可能睡醒就是下午，或者你就是突然间要拍戏。像我常常在那个出外景的车上，你知道如果我睡着在公车上，我就会睡到那个头一撞那个玻璃嘛。我真的常常一出去，睡就开始撞到现场然后他们就会说你刚刚睡很熟。我说对啊，你怎么知道？他说刚刚声音撞很大声，大家都听到啦。这有点像老人，你知道，杜姑很舒服啊。对，就一直撞，一直撞。你看我的节目，你都给我杜姑。我叫你按赞的时候，你都给我跳过去，你睡着了哈。然后你把电视关掉，他就醒了。对，OK， 好，每个人自己有一套方法，但医师会怎么建议大家呢？我们一般还是建议就是观众朋友，就是说最重要就是充足的睡眠，然后均衡的饮食。所以他说对啦，睡饱是第一件事。对，然后第3样就是适当的运动。
啊，运动它也有啊。哎，景轩今天很棒。其实我不常感冒，你知道吗？我是健康宝宝，因为你还无时无刻都在睡觉哈。那我想。饮食的部分，我们营养师已经提供大家很多方法了哈。那充足的睡眠就看大家能不能睡得好，睡的时间够长，品质够好。那在适当的运动的情况下，一般我们还是建议至少中强度的运动。那千万不要当你在重感冒的时候还去跑马拉松哦。不要想说，医生说要多运动才能提升免疫力，我这时候就是感冒免疫力我要去提升，然后就跑去运动。我们看到10个有9个到时候更严重回来了。对，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哦。那假如真的已经感冒了，我们该做的事情，当然休息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药物的治疗，假如医生有判断说，你需要一定的药物治疗，那可能还是要遵从医嘱。那不要说，我自己可能假如有一些药物它是需要吃到结束的，不要自己随便乱停药。那有一些药物它可能是选择性的要用或不用，那你都可以跟医师做讨论。那我想在预防感冒的这件事情上，这个才是一个最基础要做到的事情。但有一些人他会觉得，不只是喝白开水，我可以喝一些什么电解质水啦、碱性水啦，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一般大部分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常见的族群是需要，假如说他是拉肚子的。怕脱水，对，怕脱水，就要补充电解质。对，那时候是可能补充一些电解水，那或者是说你的反复高烧造成你每一次汗都流很多，可是你真的是累到你连补充水分都没办法的那可能直接补充的时候就含一点电解质水，才不会越流汗越累这样子。是好，所以韩颖呢，你自己用什么方法让自己不要常常感冒？我告诉大家，其实刚吃的都讲完了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运动嘛，可是我知道电视机朋友很多妈妈可能就觉得，真的要去上什么健身房啊，很累，膝盖又痛啊，这里又不舒服，所以我今天来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甩手操，可以让你在2分钟之内就赶快热起来，让你新陈代谢起来，所以大家可以来跟我一起做。好，我们请韩颖教大家哈，甩手操我常常在公园看人家做，但我不知道人家在甩那个吗？是外单工吧？你不要轻忽哦，那个随便甩几下会发汗哦。对，那你们要不要一起站起来一起做？一起来做一下哈，一起来做。OK， 好，怎么做？好，所以大家记得脚先帮我并拢哦。那你可以找一个球鞋，像我今天就特别为了节目穿的球鞋来哈。好，那你就是只要双脚并拢的时候呢，然后手其实就是放轻松哈，然后简单的就是开始甩。然后膝盖跟着蹲，那你看你的状况，比如说你膝盖真的很痛的话，你就是轻轻的点就好，不要让身体有太多的压力，好，不用身体有太大压力，好，这样子往下面甩，往下面甩，往下面可以一起做哦，哈。那每个地方你大概甩30下，那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哈，我们就是这边甩30下，那记得往旁边45度哦，45度，45度，边边甩，对，往边边甩，轻轻的甩，轻轻的甩，哈。那如果说你平常在人生当中有一些，是你比较迟缓哦，你要认真啊。如果平常妈妈有一些压力啊、怨气啊，觉得很不爽的时候，你也可以顺便一起就是发泄一下，因为情绪也对我们的这个免疫力啊，你如果长久的积压也是会生病的哈。然后再往左边，再高一点，对，往边再高一点。那这时候你也可以许愿一下，比如说我要钱呐，我要健康，我要钱呐，我要健康，对对对，然后最后再往上。哦。这个是最酸的哦，真的哎，对，好，那其实开始有点微喘的，对不对？酸哎，然后你可以就是再慢慢再把它回来，好，回来，哎呀，就是有一点酸，是不是有点酸？你慢慢做，有一点喘，有点喘，然后最后再回来，好，慢慢的停住 ，OK，所以这是一个很快的，可以是很方便的运动，会有点喘，然后你还可以顺便释放的情绪，然后其实也还好，不会很不舒服，好棒哦，热起来好，谢谢韩颖，你不要小看那个甩，那个甩起来，身体就会热起来，就会暖起来哈。希望大家长保健康，食物啦、睡眠啦、运动啦哈，这些只要能够均衡的时候，你不可能不健康的啦，好不好？跟上我们都要当一个健康宝宝。谢谢我们的来宾，谢谢阿姐，谢谢。我觉得那个甩哈，不太花时间，你就看电视聊天，看电视对啊。